哎呦，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yan。现在我的人是位于阿拉达曼沙拉的 SIMW BYD 总部这边啊。来这边做什么呢？来这边就是要拿比亚迪的 Dolphin、Extended 版本跟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架上去云顶。当然不止这样啊，我还会测试一下这两辆 Dolphin 它在架上云顶的时候它的电耗表现。所以在我们开始今天视频之前，希望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，点个免费订阅，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，帮助我在今年达到1万个订阅。当然也不要忘了多多支持我的 Facebook Page 啊，在这边也请谢谢你们的支持。OK 啦，这样的话呢，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。Let's go。这期的视频非常感谢 B Drive Auto 以及 SIMW Beyond Auto 安排了这个比亚迪海豚上云顶的试驾体验。吉隆坡的朋友，如果对于比亚迪的 Auto Tree 或者是 Dolphin 有兴趣的话，你们都可以联系 Jeffrey 大哥哦。他的联系方式我会置顶在下面的留言栏。OK， 在出发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， 它的电池现在有多少%？好，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， 我们已经把它充满电了，所以可以看到它的显示是410 km 的续航，180元。然后现在要把这个 Trip A set 成0。好，我们已经把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它的东西 set 好了。好，看完了这个 Standard 版本它的电池情况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xtended 版本它的电池情况是如何。OK，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Extended 版本它的电池现在是99%，然后续航是483公里，也是已经把这个 Trip set 成0了啦。观众朋友，两辆车的电池情况已经展示给你们看了啦，现在就让我们出发到云顶山脚下的 BHP 油站吧。Let's go。Later。在去云顶之前，我们来到位于戈蹦的 Vendo 这边。今天这个旅程呢，也不只是有我啦，可以看到身边呢就是 Hello Jason， 要喊这样子 ，Jason， 你要放那个画面。Jason， 为什么我们会来到这边？来这里买这种。来这边等我们的老板拍完广告。对，就是要等他拍完这个 Vendo 丁特的广告，我们再来吃个午餐，我们再来上云顶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等他拍完了。2000 years later。经过了戈蹦吃了午餐过后，现在我们来到位于就是云顶山脚下的 BHP 油站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跟 Extended 版本的 Dolphin 它的续航情况为如何。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它的续航情况还剩下363公里，88%，我们走了41.3公里。刚刚我们出发的时候是410公里，所以加减大概是虚标了有10公里吧，还算是可以接受范围之内啦。然后我们行驶的时候都是用着 Eco 模式在走，再就是它的回充功能，我们都是开成这个 High 的功能。然后呢，冷气调整我们是开着这个 Low 4号风。至于 Extended 版本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续航是436公里，再来就是剩下98%的电量，然后走了40.6公里，所以加起来的话480，OK， 这个续航 OK。然后它也是开着 High 的回充，然后 Eco 模式，然后冷气的话呢，它是用着22号风3度啊，22号的冷度3号风。好，两辆车的续航从阿拉达马沙拉到这个云顶山脚下的 BHP 大概是这样子啦。对于他们两辆车的续航表现，我个人是蛮满意一下啦。它的虚标情况没有太严重，可能我们行驶的速度不是很快，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出发到云顶，这个大概有20多公里，到了山顶上面，这两辆车会用上多少的电量？是否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会不会让我不够电回到阿拉达马沙拉呢？就让我们敬请期待吧。来，今天我们先来体验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。对于这辆车，你觉得它上云顶的表现有些什么期望吗？应该会很顺畅哦，因为电车的扭力，一踩就给我们付的那个桶。但是我们还没有上之前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困难——塞车。从这个画面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前面就是我们的 Extended 版本的 Dolphin， 那边呢就由我们的阿豪来加啦。但是今天我们这样子上去哦，我们就是以一个比较像是日常，在家里人上去的方法上去，所以现在我就选用了 Eco 模式来上去先，顺便测试一下这辆车从云顶山脚到了云顶山上，它的电量消耗多少？是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OK， 现在我们开始爬山了，很紧张哎，这个人。OK， 过弯。
哇，这样感觉到它的尾巴了。是，这种连环过弯它就比较明显，它的多线面就显露出来，撑不住。在一般的情况下，它的摆尾没有这么强。是在这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，它的屁股就有点不太听话了，连续过弯了。不过我速度是有点快了，刚刚好像是差不多是70。不过相信猫地令的会比较有优势。不过我觉得它操控 OK 的，它很听话，它的那个 steering 的操控，做起来也会觉得 OK 啊，蛮有信心。然后缺点就是可能它的大压就，可是没有响啊。是没有响啊。可是我觉得它抓地力还是差一点的。But normal 这样子用了 OK 了。是。现在来到那个城堡这边，来，竞争对手来了 ，TT 又来了，要吃烟了。OK， 我们今天不是赛车手，我们今天只是纯粹以家庭使用者的身份来体验这个 Dolphin 上云顶的体验。虽然讲我们可以把它切成 Sport 模式，然后给它转一下了，不过我觉得不要这样做吧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偶尔都会热血一下。哦，也可以，这辆车是可以热血的。不过我觉得如果要让我选择热血的话，我会选择 Extended 版本。肯定。可以，哇，可以顶着电门上去。可以。虽然讲不是很有力啊，够不过 TT 啦。我们让那个 Extended 去先。我先让 Extended 去先。不要啊，加的有点慢呢，贴到他的。我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他加的比较慢呢？他很斯文。可以嘞，可以哦。它的那个一杠，电车上山真的是很有优势，根本没有感觉一点点的犹豫都没有。它给我的感觉是什么？优雅从容，不慌不忙那种感觉，而且它的动力衔接真的是顺畅。因为我们汽油的，好像要拉高转就要举哑铃，要吸气，准备一下。而且重点是还怕它好像会爆掉这样的。对，不懂会不会拉伤。是，尤其拿现在那种 CVT 压箱，哇，动力的那种，那声音更加明显，更加的吵，更加的觉得那个眼睛好像坏掉这样子。是。哦，有一点，我觉得这点可能要归功它。它只有95匹罢了。所以我已经把那个电门踩到地板了。不会去是不会去，所以我可以摆到很优雅从容，不会觉得它 overspeed， 给你那种推头的感觉。这点可能就是它的优势，马力不足的优势。可是，在其他车踩到地板的时候，也拿不到这样的力啊。对呀，而且我们现在是用着 Eco 模式 ，OK。到达了云顶山上。可以看到这个 Standard 版本 Dolphin 它的电量续航剩下了232公里，驾驶的里程也来到了75公里。对比刚刚在出发之前 BHP 油站的记录，在上山之前的记录电量续航是363公里，驾驶的里程是41.3公里。所以从 BHP 油站上到云顶山上的行驶里程是33.7公里。扣掉实际的电量消耗，这辆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上到云顶山上电量是虚耗了97.3公里。至于 Extended 版本的 Dolphin 在 BHP 油站时的记录是电量续航为436公里，已经行驶的里程为40.6公里。到了云顶山上的电量续航剩下275公里，行驶里程为74.3公里。所以用436公里减掉275公里，我们可以知道 Extended 版本的 Dolphin 从 BHP 油站上到云顶山上一共用了161公里的电量，再减掉实际上山的33.7公里的里程，电量虚耗了127.3公里。这点可能在于这辆 Extended 版本的 Dolphin 它是有切换成 Sport 档，还有就是这辆车呢它是有载了3个人，所以车重会比较重，因此它的虚耗情况会比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来得多。好，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它的体验大概这样子啊，现在就让我们换到 Extended 版本的 Dolphin 来体验看看它到底会给我们怎样的体验，再就是它的续航为多少。好，现在我们就从云顶山上下到过洞斋这边了啦。现在呢，就我们看一下这个 Extended 版本 Dolphin 它的电量为多少。可以看到，从云顶山上下到三角过洞斋这边呢，
它还是有回充了的。然后现在的电量呢是320公里，67%，然后到了这边是85公里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个国栋宅出发，上到云顶山上来看一下这个 Extended 版本 Dolphin 它的电量消耗实际为多少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我们又来到这个城堡这边。现在体验就没有像刚刚 Standard 版本这么多了，因为少了前半段。不过后半段就比较激进。对，比较感受到爬山的那个幅度。比那辆好的东西是什么？现在感觉上没这么吃力。差一点点就来了。201匹就是201匹，多了多少匹？总共100匹啊。刚刚我这边差不多踩的电门是50%，现在才38%罢了。哇，可以哩，肯定可以加了100匹。不是啊，重点是，它后尾 suspension 是用那个 Multi-Link 嘛，它比较 firm 对，它没有像头身兵这么它软很多，沉下去，那种感觉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。所以一分钱一分货。这种路，平常普通路是吃不到这种东西。要在这种山道啊、蜿蜒的山道啊、摆动的路。对，这个有点太过激进啊！哇，屁轮啊，屁轮！哇，刘毅有力，果然是屁轮。重点是现在我们是用一刻模式哩。200匹就是200匹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哎呦！而且它的 body roll control 的比torsion bin来的更加好很多，好很多。所以整体来讲，它的调教这真的是跟它的马力、它的那个动力来搭配的。如果是讲拿这个动力去配那个 suspension 啊，完蛋，是太多了。刚刚我记得我在这边的时候是全电门的，然后我现在呢，这全电门应该屁轮是，现在最多58%、68%。玲珑大牙抓不住，抓不住，这个大牙不行。S50，他爬山肯定爬不过我们。轮胎是在尖叫，是我，有一点。这没有，真的是200匹，咬不住。那个还好。这两个 handle 我觉得是比那辆更加难，不是它的就讲处理的部分啊，就可能要比较细腻一点，因为那辆你怎样摆怎样走，它的马力就在那边罢了。对。可是这个就要控制那个电门，它的处理角度就比较细腻一点，要不然很容易推头啊。是。那辆我什么弯道都是顶着电门去的嘞，是这个我还要收一点，放一点，那个只有再踩一点，这个一半的马力。是啊。所以那辆是有点优雅从容，这辆是有一点手忙脚乱的。每个弯在屁轮哦，是吧？那我们应该没有听错的。有，对，你踩大就屁了。所以啊，我就讲哦，如果是买这个高配版哦，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换掉4条胎啊。是。这个玲珑大牙普通路可以 ，normal 加啦。是。上云顶这种哦，这条轮胎抓不住，就屁了，每个弯都在屁哦。突然间想睡觉，太安静了，是不是？太安静了，不像在上山。是。来，学生，你体验了 Standard 跟 Extended 上山，是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？Extended 的感觉肯定会比较好，比较有那种 powerful 的感觉。powerful 是很多的，而且它的差距是很大的。可能Multi-Link不是每个人都会的，但是那个力水你一定会感觉到的。是，尤其是当你驾了两辆车，你体验了2辆车过后，你就会很明显的 feel 到 Multi-Link 跟 torsion bin 它的明显的不同之处。是那一种避震在处理那种路面弯道，极限弯的时候，是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对，所以这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啦，
是我会选择这个 Extended 版本，是是最佳的选择。它的性价比很高。是。总结一下 Extended 版的 Dolphin 从国栋家业上到云顶山上的电量消耗。从国栋家业的时候，这辆 Extended 版的 Dolphin 它的电量续航为320 km， 行驶里程为85 km。我们全程用这 Eco 模式上到云顶山上后，电量续航为258 km， 行驶里程为97.1 km。所以从国栋家业上到云顶山上，电量的消耗是62 km， 行驶里程为12.1 km。因此可以得出的结果是 Extended 版的 Dolphin 它的电量虚耗了 49.9 km， 但是在第一次下山到国栋家业的时候，这辆 Extended 的 Dolphin 它的电量回充是充了45 km， 这样子算起来，这个电量虚耗其实也没有很大的问题啦。OK， 可以看到我们的 Jeffrey 大哥呢在做些东西，在做些什么东西呢？就准备备餐，在云顶用这一辆 Dolphin 煮鸡蛋给我们吃。Oh my god！ 哇！来 ，Jeffrey 大哥，问你一下，这条 V2L 的 cable 呢，是买车就会送，还是要另外加购？OK， 现在呢，BYD 你只要买了 BYD 的车都有送，不管是 AutoTree 高配低配，海豚的高配低配都有送。那么你去野餐之类，你都可以用这个来检视你的厨艺一下啊。电车不只是可以让你平常驾驶，我们还可以在路旁煎鸡蛋，搞不好还可以开店。好，今天这一个比亚迪 Dolphin Standard 版本跟 Extended 版本，加上这个云顶做这个电量测试，还有它的驾驶体验的分享影片就到这里了。至于今天的体验呢，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满意啦，因为一次过可以试到2辆车它的上云顶的体验。像是平时我跟阿豪去的时候，我是只有做 passenger 的份啊，这一次我可以做 driver， 2辆车都有各种不同的体验。因此，我相信想要买这辆车的买家，你们还是要自己亲自来试一下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跟 Extended 版本的 Dolphin 哪一辆更加适合你们，这样子你们才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觉得这个视频有帮助到你的话呢，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，也希望你们支持我一下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，帮助我在今年之内达到1万个订阅。当然也别忘了多多支持我的 Facebook page 啊。在这边呢，也先谢谢你们支持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去泡咖啡了。Goodbye。好，观众朋友可以看到，现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， 我已经把它从云顶山上架到阿拉达曼沙拉 BYD showroom 这边了啦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它的电量还剩下多少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 Standard 版本 Dolphin 它的电量呢还剩下180公里，44%。所以由此可见呐，通过这个测试，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， 如果是说要把它从 KL 加上去云顶，再回到 KL， 这个续航呢是没有问题的。整个过程我们是没有进行任何充电的动作，只是说在下山的时候，这个比亚迪 Dolphin 它是有这个回充功能，我们只是用这个回充功能来为这辆车子充电。因此啊，正在考虑这个 Standard 版本 Dolphin 的买家，你们大可放心了啦。